在中国新疆的西北角，生活着一群官方身份为蒙古族的人，但奇怪的是，你若问起他们的来历，他们会告诉你，我们在血统上其实是俄罗斯人。那么，一个住在中国新疆的蒙古族，为何会说自己族源来自俄罗斯呢？而这个谜题只是他们众多故事的开始。他们的生活是一场场关于红与白的盛宴。图瓦族红色与白色的美食数不胜数，他们的文化习俗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比如图瓦人是奶茶如命，主人在待客之前必须强迫客人先干3碗奶茶，喝不完不会端饭菜上桌给客人。一场婚礼是整个部落持续数日的狂欢，人们赛马、射箭，通宵达旦的唱歌跳舞。但比婚礼更有趣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叫做还子的规矩。在过去，一对图瓦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不能自己养，而是要送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当儿子或女儿。从那天起，这对年轻的父母就变成了自己孩子的哥哥和嫂嫂，他们的亲生骨肉，一辈子都会这样与他们平辈相称。被送走的孩子也不能继承父母的财产，因为财产要留给父母的幼子，这就是图瓦的幼子继承制。即使是这样，图瓦族的父母或许也是全中国最沉得住气的父母。毕竟当别家的孩子早已剪过无数次头发时，图瓦人的孩子却必须等到3岁之后才能剪掉胎发。一个身份成谜的民族，一场红白交织的盛宴，一些奇妙有趣的习俗，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家庭关系。在阿尔泰山的深处，图瓦人的生活里还藏着多少我们闻所未闻的秘密。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图瓦人的世界，看看他们那波澜壮阔的生命华章。在中国版图的西北角，有一个地方被称为雄鸡的尾岭，那就是阿尔泰山。在地图中的阿尔山南麓有4个国家的国境线在这里犬牙交错，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这4个国家共同守护着这一片古老而宁静的山地。就在这片群山环抱的河谷之中，坐落着几个小小的村庄，其中最出名的叫白哈巴村，有着中国西北第1村的称号。这里的村庄不大，根据2024年的统计，常住人口也就1500人左右，主要由图瓦族和哈萨克族构成。这也是新疆阿勒泰地区中图瓦人最集中的一个村子。村子被原始的泰加林和白桦林紧紧包裹着，原始自然的生态与古老传统的村落相交融，几百年来的模样都未曾改变多少。这里的冬季漫长，几乎占据大半年光阴。一旦大雪封山，白哈巴村仿佛就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孤岛上居住的图瓦人，他们究竟是谁？如果翻开官方的档案，答案看起来很简单。图瓦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蒙古族的一个分支，这是一个清晰的国家身份认定。但只要你走进村子，推开一扇厚重的木门，这个简单的答案就会立刻变得复杂起来。当你和一位图瓦族人围坐在火炉边，他会很自然地告诉你，我们是图瓦人，但我们的老家在北边，在西伯利亚。他们口中所说的西伯利亚，具体来说就是今天俄罗斯联邦境内一个叫做图瓦共和国的地方。有历史学家认为，图瓦人的祖先正是在1000年前从那片广袤的森林草场一路迁徙而来的俄罗斯图瓦人。这时候，另外一位图瓦族老人或许会说，我们还是成吉思汗部下的后代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白哈巴村流传着的一个更古老也更悲壮的故事了。800年前，那位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铁骑西征，路过此地时留下了一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部队。这支被遗落的队伍没有再踏上征途，而是在这片山谷里扎下根来。他们靠着森林的庇护和草原的滋养，与从西伯利亚来的图瓦先民结合，繁衍至今。这个传说为图瓦人的历史增添了一抹英雄主义的苍凉底色。所以你看，图瓦人的身份就像一个层层包裹的谜团，最外层是官方档案里清晰的蒙古族身份，往里一层是他们内心深处认定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图瓦之根，而在最核心则藏着一个关于成吉思汗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古老灵魂。这个复杂的身份就是理解图瓦人一切故事的钥匙，因为它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这一切都将通过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一点一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图瓦人的家是从森林里长出来的，他们标志性的居所是一种被称为木棱屋的尖顶小木屋。远远望去，这些散落在河谷草地上的木屋，就像童话里的建筑，古朴而温暖。当你走近了看，你才能发现它真正的奥秘。
整个屋子由一根根粗壮的松木或桦木堆叠而成，在木头两端砍出卡口，层层交错，相互咬合。图瓦人不用一颗铁钉就能建造这样一栋足以抵御暴雪和严寒的房子。没错，这就是运用了榫卯结构的原理。这是一种传承了不知多少代的古老智慧，可以说是图瓦人与木头之间最默契的对话。这时你会问了，单单是木头堆叠的墙体肯定会有缝隙啊，那该怎么办呢？图瓦人自有他的办法，他们会从森林里采集来一种绿色的苔藓，晒干后撕成一丝一缕状，然后再严丝合缝地塞进木头的缝隙里。在夏天，这种天然的填充物能保持室内的凉爽，到了冬天又能神奇地隔绝零下30-40度的刺骨寒风，这使得整栋房子仿佛有了生命，成了一座会呼吸的温暖巢穴。而且木棱屋的屋顶被设计成陡峭的人字形，这是为了应对阿尔泰山漫长的雪季，即使是再厚重的积雪也不会压垮屋顶，而是会顺着斜面滑落。除了住，图瓦人对吃这件事也充分利用了大自然给予的美好。图瓦人的味觉世界由两种最纯粹的颜色构成，那就是红色与白色，他们还由此诞生了红石与白石的文化。红石里的红来自肉的颜色，图瓦人爱吃红肉，比如牛肉、羊肉、马肉等等，他们还是烤肉的行家。图瓦族最出名的一种烤肉方式就是石板烤肉，他们会找来2块石板，一块石板做烤盘，将肉放上后再放一层野葱，野葱之上再铺一层肉，就这样叠上好几层后，将另一块大石板压在上面，就可以生火烤肉了。当然，图瓦族最喜欢的还是原生态的做法，就是把大块的牛羊肉直接扔进冷水锅里，用最小火慢慢煮熟，最后只放少许盐。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留猪肉最原始的鲜美。吃不完的肉，图瓦人也会将它们风干当做冬季的储粮。这种肉干有韧性，风味独特，图瓦人出远门或者放牧时都会带上。说完了红石，来说白石。白石是以牛奶为核心的各种奶制品，它是图瓦人日常能量的源泉，也是最高的待客礼仪。而奶茶就是这场白色盛宴的灵魂。在图瓦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事比喝奶茶更重要。每天清晨，家里的女主人第一件事就是生起火，用砖茶和新鲜的牛奶熬煮上一大锅滚烫的奶茶，再撒上一把盐，茶的醇厚，奶的香浓，盐的提鲜，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就能驱散清晨的寒意。如果你有机会去图瓦人家做客，你刚一坐下，主人会先给你倒上满满的3碗奶茶，这既是热情，也是一种尊重客人的规矩。图瓦人请人吃饭也不会说来我家吃饭吧，而是说来我家喝奶茶吧。等喝完了奶茶，才会端上最好的酒肉饭菜。当然，牛奶在图瓦人手里绝不仅仅是用来做奶茶，他们就像高明的炼金术士，能把简单的牛奶变换出几十种花样。牛奶发酵后蒸馏，就成了醇厚的奶酒。牛奶在锅里慢慢熬煮，挑起最上层精华，晾干后就是金黄香甜的奶皮子。而发酵后的酸奶不断搅拌就成了酥油，或者将酸奶沥干水分，捏成各种形状，就成了可以当干粮的奶疙瘩。这些白色的美食是图瓦人对抗漫长冬季的智慧，也是他们味觉世界里最纯粹的底色。图瓦人爱吃红白盛宴，他们的穿着却色彩丰富。图瓦人的传统服饰充满了草原民族的洒脱与智慧，样式与蒙古袍非常相似。一袭宽大的长袍，一双厚实的皮靴，一顶温暖的皮帽，构成了他们最基本的穿着。平日里，他们的衣服以实用保暖为主，但一到节日或婚礼，那就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女人们会穿上用华丽丝绸制成的长袍，色彩明艳动人，再戴上用珊瑚、玛瑙和银饰打造的精美头饰。男人们则会换上崭新的长袍，腰间佩戴小刀，显得英武不凡。在图瓦人的审美世界里，颜色有着特殊的含义。蓝色是天空的颜色，代表着他们崇拜的长生天；白色是乳汁的颜色，象征着纯洁与富足；绿色则是草原的颜色，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这些源于自然的色彩被他们巧妙地穿在了身上，成为一种无声的宣言，宣告着他们与大自然的血脉联系。当图瓦人在雪山草场中穿行时，是他们离大自然最近的时候，当然少不了他们的交通工具。图瓦人的出行依靠着2样古老的翅膀，马和毛皮滑雪板。对于图瓦人而言，马匹绝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还是伙伴，是家人，是另一个自我。图瓦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会骑马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不会骑马的男人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爱马，也懂马，会为自己的爱马配上最华丽的马鞍，用银饰和彩带精心装点。可以说，图瓦人的历史一半是写在血脉里，另一半就写在飞驰的马背上。而当大雪封山，万物寂静，马蹄也难以深入林海雪原时，图瓦人的另一件法宝就登场了，那就是毛皮滑雪板。这是一种堪称活化石的古老发明。滑雪板由白桦木或松木制成，最关键的是它的底面会包裹上一层马的小腿皮。制作时要保证马毛的方向朝后，其中的智慧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当他们踩着雪板上山时，逆向的马毛会像防滑链一样牢牢地抓住冰雪，防止打滑；而当他们从山顶向下滑行时，顺向的马毛则会变得异常光滑，帮助他们如飞鸟般在无垠的雪原中自由穿行。这件古老的工具是图瓦人千百年来征服严冬、追逐猎物的智慧结晶。图瓦人感谢大自然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热爱着生命，也对生命的每一个节点都看得极为重要，并为此创造了一系列庄重而有趣的仪式。在图瓦人的世界里，人生的重大节点从来不是私事，而是一场场需要整个部落共同见证和参与的盛大庆典。这些仪式是他们生命乐章中最华美的段落，而其中最热闹、最能体现图瓦人生命热情的，莫过于一场婚礼。一场图瓦婚礼，与其说是仪式，不如说是一场持续数日的狂欢节。当两个家族决定联姻，整个村庄便会立刻沸腾起来。白天的草原成了竞技场，年轻的小伙子们会跨上最矫健的骏马，在激烈的赛马中展示他们的英勇气概。他们还会拉开弓弦，在射箭比赛中一较高下，这既是对新人的祝福，也是整个部落生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而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篝火被点燃，真正的狂欢才刚刚开始。所有人无论老少都会围着火焰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醇厚的奶酒在人群中传递，豪放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的联盟，是整个图瓦社区情感的凝聚与释放。新家庭的诞生自然是为了迎接新的生命，而一个孩子的到来对图瓦人而言，同样是一件需要用庄重仪式来庆祝的大事。当婴儿降生后的第3天，家中会举行诞生礼，这也是新生儿的洗礼。他们会用熬煮过的黑茶、爬地松的汁液、羊骨头熬出的汤汁为婴儿擦拭身体，象征着让他从生命之初就汲取草原的力量。诞生礼之后几天便是摇篮礼，当婴儿第一次被放入他专属的摇篮时，家中会再次举行一个小型的仪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会吟唱着祝福的歌谣。他们相信举行过摇篮礼的孩子长大后才会拥有善良的性格和健康的体魄。图瓦人或许是全中国最沉得住气的父母。当别家的孩子早已剪过无数次头发时，图瓦人的孩子却必须将出生时的胎发一直留到3岁。3岁生日那天是这个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家中会举办一场比诞生礼更盛大的剪发礼，邀请全村人前来见证。仪式上，孩子的舅舅用剪刀郑重地剪下第一缕头发后，所有到场的直系亲属都会依次上前剪下一小撮孩子的头发，并送上他们的祝福与礼物。在过去，图瓦人还有一个让现代人看起来非常匪夷所思的习俗，那就是还子习俗和幼子继承制的习俗。一对图瓦夫妻结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不能留在身边，他们必须把孩子送给爷爷奶奶抚养。从那天起，一个奇妙的家庭关系就诞生了。这孩子就被当成爷爷奶奶的幼子或幼女，这对年轻的父母和自己亲生骨肉成了平辈人，只能将孩子当成弟弟妹妹。这个孩子也将一辈子称呼亲生父母为哥哥和嫂嫂或姐姐。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幼子继承制。被送走的长子将继承爷爷奶奶的家产，而父母的财产则留给最小的孩子。从一场全村狂欢的婚礼，到一个婴儿神圣的洗礼，到一场等待了3年的剪发仪式，最后到一个奇特的习俗，图瓦人用这些充满智慧与温情的礼赞，标记着生命的每一个重要刻度。图瓦人在阿尔泰山深处过了几百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这份宁静在上个世纪末被一群扛着相机的闯入者打破了。这些摄影师和探险家偶然间发现了这片被称为喀纳斯的人间仙境，他们用一张张令人惊叹的照片将白哈巴村湛蓝的湖水和金色的白桦林
图瓦人的尖顶木屋、有趣的文化习俗带给了外面的世界。很快，喀纳斯这个名字成了神秘与绝美风光的代名词。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政府开始在这里规划和建立景区。图瓦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旅游目的地。山门被缓缓地推开了，而随着山门一同涌入的不仅是好奇的游客，还有一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东西——现代商业。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开始了。最初，图瓦人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些外来者，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竟然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游客们愿意花钱住进他们的木棱屋，品尝他们的奶茶和手抓肉，还想骑着他们的马去草原深处看一看。一场关于收入模式的革命就这样发生了。牧民们不再仅仅依赖放牧牛羊为生，一些头脑灵活的图瓦人率先做起了生意。他们把自家的木棱屋收拾出来，办起了最原始的民俗家访。女人们则把自家做的奶疙瘩、奶皮子摆在门口售卖。年轻的小伙子则成了最受欢迎的向导，牵着马，带着游客在山林间穿行。从前，他们衡量财富的标准是家里有多少头牛、多少只羊，而现在，现金收入成了一个更直接、更具冲击力的标准。一个普通的图瓦家庭在旅游旺季几个月里赚到的钱，可能比过去放好几年牧赚到的还要多。经济的赋能给图瓦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都最直接地体现在他们生活条件的飞跃上。一场新旧生活的交响曲开始在这些古老的村庄里奏响。我们先来看看餐桌上的变化。过去，图瓦人的餐桌上只有红与白两种颜色，餐具是厚重的木碗，里面盛着大块的煮肉和浓郁的奶茶。食物的味道来自山野和草原本身，纯粹而单一。而现在，当你走进一间木棱屋，很可能会听到冰箱低沉的嗡鸣声。餐桌上，手抓肉和奶茶依然是主角，但旁边却多了一盘炸鸡、一碗麻辣烫，还有从山下买来的白米饭和饺子。图瓦族传统自制的木碗木勺也渐渐被轻便的瓷碗和金属汤匙所取代。这不仅是食谱的丰富，更是生活方式与外界的悄然交融。再来看看出行方式的迭代。过去，图瓦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马和滑雪板。冬季大雪封山，马和滑雪板是他们在林海雪原中唯一的通行证。如果要去一趟100多公里外的县城，那就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远征，来回要花上好几天。而现在，村庄的土路上，马蹄声与摩托车的引擎声交织在一起，那些曾经遥远艰险的山路变得容易征服。牧民们开着皮卡车或者越野车，几个小时就能抵达县城。年轻人的口袋里揣着智能手机，他们不仅用它来联系远方的亲人，还会熟练地打开购物软件，买上一些村子里没有的东西。图瓦人和现代世界的距离被前所未有地拉近了。变化最大的是他们的居住空间。木棱屋的外观似乎还和100年前一样古朴宁静。可当你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一个外骨内心的世界便会展现在眼前。明亮的电灯取代了昏暗的酥油灯，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台液晶电视，播放着山外世界的纷扰。角落里，全自动洗衣机正在解放着妇女们的双手。墙上成吉思汗的画像旁边，可能就挂着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和一张用手机拍摄的全家福。传统与现代就这样奇妙地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存了。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善，旅游业还给图瓦人带来了一种更深刻的改变，那就是文化自信的重塑。在过去，他们的木屋、服饰和歌谣只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习以为常，从未觉得有何特别。但当成千上万的游客用惊叹的目光和赞美的语言来欣赏这一切时，图瓦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原来是如此珍贵，他们被看见了。那些只为自己和神灵吟唱的古老歌谣，如今在游客的掌声中获得了新的生命。那些只在节日里穿着的华丽服饰，成了游客镜头下最美的风景。这种被看见的力量，让他们对自己图瓦人的身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同时与外界的广泛交流也彻底打破了信息上的孤岛。年轻一代开始努力学习汉语，他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和发展的机会。他们的视野被前所未有的拓宽了，财富、机遇、现代化的生活被唤醒的文化自信，这一切都随着缓缓开启的山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涌入了这片古老的山谷。然而，当山门大开，涌进来的不仅仅是游客和金钱。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正的一面有多美好，那反的一面就有多令人担忧。当财富与现代化的光芒照进这些古老的村庄，阴影也随之而来。这片曾经的秘境正站在一个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十字路口上，眺望着一个充满希望却也同样充满迷雾的未来。现代文化给图瓦族带来最直观的冲击，首先来自文化的失真。过去，图瓦人祭火是为了向神灵祈祷，祈求家族的平安，整个过程充满了敬畏与神圣。而现在，很多神圣的仪式却变成了按时上演、取悦游客的民俗表演。游客们端着相机，围着篝火，寻找着最佳的拍摄角度。仪式还在，但那份发自内心的虔诚却在闪光灯下渐渐地淡去了。歌还是那首古老的歌，但唱歌的人心态变了。更深层次的危机来自传统技艺的失传。年轻人亲眼看见了旅游业带来的巨大收益，他们发现，当一名向导或者开一间小小的客栈，一个夏天赚到的钱远比跟着父辈学习那些耗时费力的老手艺要多得多。他们不再愿意花上几年甚至10几年时间去学习如何制作一张毛皮滑雪板，如何建造一栋木冷屋，也不愿意去学酿奶酒，学做奶皮子奶疙瘩，更不愿意去举行那些繁琐的仪式，去遵循老旧的规矩。那些凝聚了祖辈千年智慧的技艺和文化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当老一辈图瓦人渐渐老去离去，这些独特的文化技艺或许也将随之尘封。与此同时，他们赖以为生的家园也开始发出疲惫的呻吟。旅游业的开发带来了远超这片土地承载能力的游客，曾经纯净的草地上开始出现现代文明留下的印记。乱扔的塑料瓶、食品包装袋，它们和草原上的野花争夺着土地。为了建造更多的旅馆和餐厅，一些树木被砍伐，一些草场被占用。这不仅是环境的破坏，更是对图瓦人传统生计的动摇。当他们赖以为生的牧场被不断挤压，他们生活方式的根基也随之晃动。文化在表演化，技艺在失传，家园环境在承受压力。传统的游牧节奏被旅游的旺季和淡季所取代，淳朴的邻里关系也开始在商业竞争中变得有些微妙。面对这一切，图瓦人该怎么办？是成为一个被游客观赏的、活在过去的文化标本，还是找到一条能让传统活在当下的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夺回自己文化的话语权。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迷雾中开始了艰难的探路。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的展示民俗，而是主动的去设计更具深度的文化体验。他们会对游客说，不要只看我们唱歌，来，我教你唱一句我们的歌。他们希望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客，而是能静下心来真正理解他们文化的学生。一些年轻人则开始用现代的方式反哺传统。他们用智能手机拍摄短视频，把图瓦人的真实生活，把那些濒临失传的老手艺通过互联网传播给更广阔的世界。他们也开始尝试把传统手工艺品通过电商平台卖给那些真正懂得欣赏的人。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一切探索的根基在于教育。只有当图瓦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在家庭中能继续学习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他们就能从小就为自己独特的文化而感到骄傲。这份传承才有了最坚实的土壤。今天，图瓦人依然生活在阿尔泰山的深处，他们的生活不再与世隔绝，也早已不是一首纯粹的田园牧歌，它更像一首复杂的交响曲，古老的旋律与现代的节奏交织在一起，时而和谐，时而刺耳。我们无法为他们的未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坚韧的民族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为那首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弦歌寻找一个新的音调。这个音调能否在新的时代里奏出更辽远、更坚定的回响呢？相信时间会给出最终的答案。你的家乡，你的民族是否也像图瓦族一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出来，我们一起好好聊聊。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收藏、转发，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